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己胶利黄丸，这是一个我常常使用的处方。好，这个病人来，我便秘，我心里想你便秘哦，哪那么简单的？我要看看你哪种便秘，对不对？看看你是大柴胡、小柴胡、小承气、大承气，诸如此类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或者是大黄附子细辛汤。结果病人呢讲，大便不出来，有没有排气？有啊，有排气啊。啊，哪里痛？啊，这样子，就是好，堵在这个地方。哦，这里痛，或者是病人不知道这里痛，有的时候病人不知道这里痛。好，那又有排气，看起来像小承气，痛的部位呢，也在大肠的位置。好，肠间有水气。我平常怎么看这个症状？叫病人躺下来，压肚子，一压咕噜咕噜很多水声，肠子的中间的确很多水。己胶利黄汤，这个病怎么来的？我告诉你怎么来的，好，很好玩。原来这个人就有便秘，便秘呢，就是好大便都堵在这里，好，本来是大承气汤症或者是大柴胡汤症，结果呢受到惊吓，比如说他儿子喜欢吓他妈妈，就他妈妈有便秘，对不对？回家的时候儿子走了门会一叫，这妈妈一吓，这个干燥的大便砰顶到这个地方来。为什么顶到这里会？因为这个地方正好就在肝脏的下方，肝脏下方跟大肠呢有一个血管是连到，结果它正好顶在这个地方。顶到这个地方以后呢，产生一个很特殊的现象，让水跟潮帛呢，分开来，分开，水跟潮帛会分开来，这个水就会渗到大肠的外面来。那要把这个大便清掉，己胶利黄丸是唯一处方。你用大柴胡、大黄附子细辛汤、什么大承气汤、大黄牡丹皮汤，一点什么都没有用，非要己胶利黄汤才能去掉。好，这个病由经发来的。然后呢，我在摸病人的时候，每次摸到这个地方，右侧的天枢，一压下去，哦，好痛哦！病人，我正儿子一摸下去，我可以摸到硬块。大便的硬块，好，你这样子隔着皮肤摸，那伸到肠子里面去，手那么厉害，你又不是神仙，我们隔着皮肤摸，呀就很痛，然后听到肚子里面的肠鸣声很重。这个己胶利黄汤的时候，吃的时候呢，做成丸剂，好，咳者加芒硝半两，口中有津液咳者，哈，就是平常我们不是说光吞，把那丸剂做完吞下去就好了，而是把半钱的芒硝浇了水，放到水里面先化掉，用芒硝汤来把己胶利黄丸吞下去。因为芒硝要把这个石头，把这个像石头一样硬的大便给它打散掉。芒硝是去石，必须要有芒硝。那这个己胶利黄汤呢，用防己、焦木就是蜀椒、葶苈、大黄。你看这个方子家很特殊，你就知道。设计这个方子的对药性了不了解？非常了解。这种如果拼凑在一起，就是四味药，短短的四味药，经典之药。焦木呢是辛辣的，味的辛辣的。好，你拿那个蜀椒拿起来吃吃看嘛，辛又辣，辛辣的药入肺跟大肠，入肺好，防己呢能够排水。三焦的水，因为它肠子那个。你堵在这个地方以后，水跟潮帛到了这里以后，水会出来，大便就堵到，同样是便秘啊，但是这个水就跑到肠子外面去了，没有办法待在肠子里面，因为这个地方塞到，那这个要靠肠子之间的水，要靠就是在三焦系统里面，我们要用防己把它清出来，焦木呢，因为它能熏香发散，在肺上面，它把肺气呢打开来，让它肺气往下降。同时，焦木呢又是蜀椒，又是驱虫的药，它能够到肠子里面，把里面肠子累积到，因为你便秘很久了里面搞不好有虫啊或什么东西，它能够消炎解毒嘛，能够驱虫，也是用焦木，就是蜀椒。那葶苈
好，葶苈子这个药呢，它抵水的力量很强，祛痰的力量很强。为什么它这里要选葶苈子？因为它是苦寒，苦寒。这个大便堵在这里太久了，堵在这里太久了，光是靠大黄芒硝还不够，靠葶苈，因为葶苈可以把水泄出来。好，大肠和肺是表里，所以它会放葶苈。所以这4味药，葶苈子能够把水清出来，大黄能够把食推出来，焦木能够驱虫，能够消炎解毒。里面你堵在里面太久了，防己能够把肠间的水排掉。它是一味不多，一味不少，就是怕大黄推不动那个硬块，加芒硝下去，把它大散掉。好，这个药吃下去以后呢，哇，大便出来好爽，那个病人会回来说，哎，我这辈子从来没大便那么爽过哈。那排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大便像 potato chips 一样，一片一片的排出来，然后水也排出来，从此肚子就好了。然后很多太太小姐们不喜欢少妇，就是肚子比较大，哎，吃完肚子就平掉了，好，就穿了比基尼去了。好，所以他们也说，哎，那我现在很好的，给我多一点，下次肚子大了再吃。谁给你这种，不能给你乱吃的哈。好，然后那个很天真，病人很天真嘛，啊，这个很好啊，对啊，我就常常替中国人好要这个发扬国威，就是。然后我跟病人说，你看这个药一剂就中，我说中医好不好？中医真好，对不对？我还告诉你一件事，1800年以前就存在这个药了，到现在方子都不用改，还是对症，你就知道你们西医多烂。好，我顺便就打中医的广告。好，我没事，你们以后跟我临床就知道，没事我就会宣扬一下中医。好，这样子。我骂只是我们私底下关的人骂，对老外的时候我都说中医很好。好，那这个一定要做完剂，要做完剂，好，要做完剂。那分汤剂呢？到汤剂的时候，你吃下去哈，汤走掉了，汤只荡眼嘛，走掉了，就大便还是堵在那边啊。这吸到那里很强啊，好，吸在那边，好，所以说一定要用完剂才能攻得出来。接下来呢，好，这个小半夏汤加茯苓，半夏跟生姜就是小半夏，再加一味药茯苓。这个药是什么时候用？就是用在这个症状。平常都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就呕吐的很严重，好，熏下痞，就胃里面胃脘很不舒服，好，那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膈间有水，这种膈间有水旋剂呢，都是水喝太快，好，因为这种是偶发一次，你一句就好了，不是平常就有的。那我们有时候常常运动完流大汗，口很渴，那喝水就这样，好，仰在那边就灌下去，好，还有的人呢，好像太懒了。好，就躺在沙发上喝水，因为喝水就是喝水嘛。你坐到为什么躺到？有的人就躺到，这个水隔到，好吐出来了，吐出来已经隔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就要用好小半夏加茯苓把这个水排掉。所以不单单是读书好，平常喝水姿势要坐正，好，不要躺着喝。好，那小朋友呢，小孩子会遇到，你发现这个小朋友奇怪，怎么老是吐奶啊？以前都不吐，现在吐奶了。哦，偶尔突发一次的，就是小半夏加茯苓汤，啊，小半夏加茯苓。如果是常常每天在吐的，好，那就这个药不够了，你要用五苓散。所以五苓散很好用在小儿科，好，也吐好，这个还有那个小朋友水肿，小孩子水肿，还有呢那个经验很多。如果你那个病人抱了小 baby 来，哦，那个医生啊，我这个小 baby 啊，这个口水很多，每次都要换那个围兜啊，一天要换那个10几张，这个口水不断出来，也是五苓散针，啊，所以水太多了，哈，也是五苓散针，啊，所以五苓散非常的好用，好，好，当然好像你看下面就来了哈，就五苓散针，好，像这个瘦人。脐下有动悸，肚脐下有动悸，吐盐沫，好，口水很多，而有癫眩、头昏啊，很严重的，哦，这个头昏，哦，而且讲到癫的话，就有一点，哦，昏迷的现象，好，人会躺下去，这个是水液，这种都是水症，好，水症他已经在吐盐沫了，就告诉你是水。瘦的人呢，肚脐以下就是我前面就介绍过，这个是茯苓，对不对？是有水在下面，哈，肚脐以上的动悸呢？是桂枝，
那如果肚脐后面呢，刚好在肚脐就是上下的中间，在肚脐上面动机呢，就是桂枝茯苓同时加进去嘛。好，五苓散呢，诸位看，猪苓、茯苓、泽泻，好，这个白术、桂枝，那这个汤方，好是标准的清方用来。哦，温阳利水的一个处方啊，温阳。像我桂枝用的很多啊，桂枝用很多，桂枝实在是很好一个药。那你这个是属于行阳的药，好，你看里面就看不到这个白术，有没有？不，抱歉啊，看不到白芍，因为它是阳药，好，因为水会累积在身体里面呢，是阳不足，好，阳不足的时候，你不用开阴药，开阳药给他，那一行阳，它水就动。好，所以桂枝下去只是感觉到好像是就推它一下，它就啊，那白术后面把它收敛起来，然后茯苓、泽泻、猪苓呢，把它从小便消导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利水的处方呢，好，五苓散非常的好用。好，所以临床上的时候，我们用在像我们治疗尿毒，好，当然五苓散在里面，只是一个处方里面有五苓散而已，不是就是五味药来治疗尿毒哈。好，我们用在尿毒上，小便排不出来的，好，还有那个偏头痛，痛得很厉害的，好，任何你只要看到，不管他是这个偏，我们在临床上五苓散都治过头痛哦，他是头痛，可是你问他，您口渴不渴？很渴，那小便好不好？小便不好，小便不利啊，哎，他的头痛的小便不利，口渴小便不利是标准的五苓散症，所以他这个头痛是因为表水没有退掉，水把那个血管包住。那才真的头痛，五苓散一下去把这个水沥出来，头痛就好掉了。好，那你如果说你不了解，不去想这个主要的症状啊，你就看到你知道，老师我只记得这个头昏眩的时候，晕眩的就五苓散，晕车晕船的时候有五苓散，啊头痛你就不知道用五苓散。好，你只要记得五苓散主要症状就是渴、小便不利。好，好像我们前面刚刚讲过，好那个小孩子那个口水太多了，好，都可以用。好，还有呢，一种癫痫，有一种癫痫很特殊，癫痫哈，有一种癫痫呢，病人会告诉你，这种癫痫呢，病人一看到水就发癫痫，就是五苓散症。好。他不能见水，那你很坏的人就对不对？就可以害人了啊！没事要让他发癫痫，给他看一下水，他就发癫痫。好，不，那你诸位只要看到这个症状，见水啊，所以五苓散是温阳利水的药啊。所以你在临床上以后看到，只要有关系到水饮的啊，都可以考虑到五苓散。五苓散是非常好用的，包括我前面刚刚跟诸位报告过，过去古代的医案上面在瘟疫的时候，五苓散都可以好治疗瘟疫，非常好。好，因为毒嘛哈，毒从外面来停在身上，好，用五苓散，好。好，这个呢又回到石枣汤，咳加其脉弦脉就是水，好为水也，好。临床上的时候。诸位以后有机会实物上看的时候，我常常摸到石枣汤的脉，有时候一摸，我马上让他们去摸，你们每个人摸一遍，好，以后你们人多啊，病人就很累的，大家都摸他手，就10个人，好的，大家去摸一下，的确是弦脉，好，那我对弦脉最了解，因为我常常玩琴嘛，哈，一摸就弦脉，好，那你不晓得弦脉是什么，没有玩过琴的不晓得弦脉是什么，好，那有知饮家咳烦。胸中痛者不足死，好治100日或1岁宜石枣汤。这种的知饮家，我前面昨天跟诸位介绍过案例，那个小姐，你看她人瘦小很漂亮哦，天哪，气喘20几年还是石枣汤症，还没死，你看很好玩哦。哦，她只是说那个知饮的很严重，上身下身哈，中间呢把人变成2个人。她说我上面是一个人，下面是一个人，中间这个哈有东西堵到那边，知饮嘛，悬饮的一种，脉是非常的悬。就开石枣汤，吃完他说我人变成一个人了，中间衔接起来。所以你说石枣汤好不好用？好，那每次我用给病人吃的时候，一剂就知的时候，病人说你的药真好啊，为什么吃下去就第1碗就很好了？我说这个1800年前就有了吧，好，不需要新药，好，
这是我最喜欢用的口语。好，中医呢，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很多症状很雷同。那因为我们是按照辩证来论治嘛，所以如果没有看到病人的时候，会有误差，因为病人陈述的不见得是你想要的。有的时候病人讲的跟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我自己去摸脉把它查出来啊。好，常常会有这种现象，所以最好是临症面对面看，好，尽量不要遥控的看。好，待会我们继续下堂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下堂课继续开始讲这一条。好，休息一下。